嗨，大家好，我是强哥，欢迎收看我的频道。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以太坊和以太坊的基本运用啊。前面一期跟大家讲了一下什么是区块链、比特币、以太坊还有以太币的时候，我们应该都能清楚它们的区别了吧？在看完今天的视频，希望我们能掌握它们之间的联系。今天的内容比较多啊，我会为大家分成8个小章节来介绍。当然，你也可以操作屏幕下方的进度条来选择观看自己更感兴趣的或者不太熟悉的部分，跳过即可啊。第一章是以太坊。以太坊是一个去中心化应用程序而生的全球开源平台。以太坊的概念首次是在2013年至2014年由程序员维塔利克·布特林受比特币启发后提出来的。以太坊的意思就是下一代加密货币去中心化应用平台，在2014年通过 ISO 众筹开始得以发展，2015年正式上线。作为一个开放的区块链平台，以太坊可以让任何人都能够创建和使用基于区块链的技术去中心化应用程序。所谓的区块链，它是比特币底层的技术区块链，是目前世界上被造出最强大的账本。它能够确保数据被精确地记录下来，任何有异常的数据都会被立刻发现，随之拒绝录入。所有在区块中的信息是透明的记录存储在位于世界每个角落的每一台电脑是不给任何人篡改的机会。总结下来就是，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透明性和不可篡改的3大特性。去中心化特点意味着储存在区块链中的数据不是单一的存在任何于一个政府机构或者企业团体及个人的数据库中而是分散存储于无数个节点中。数据库中的节点越多，信息就越不可更改每一条信息都是由大家共同管理的，因此没有任何人能够私自删除、篡改储存在区块链中的信息。区块链的透明性大大提高了人们对这些数据同时监管。假如政府机关和慈善组织能够用区块链来管理大家的税款或者善款，那我们就能够在网上公开透明地看到每一条款项的去处，进行对政府和其他组织的监管。至于不可篡改性，区块链的基础逻辑就是通过数字文档上加盖时间戳来防止文档被篡改。所以说，不可篡改是区块链最早也是最基础的一个特性。在我们使用虚拟货币或者数字货币的时候，数字化的交易记录是我们财产流向的唯一证明，因而只有交易记录真实可靠，无法篡改，才能确保我们的财产安全。好了，现在我相信小伙伴们已经了解到了区块链这一些的内容基础的东西。关于区块链的这些基础内容，前面有一期视频我专门单独拎出来讲过，不知道的小伙伴们可以去回头认真看一下，就知道了它是怎么产生的。好了，我们第二个来看看区块链和以太坊的关系。比特币是一种加密的货币，使用比特币呢，你可以用来交易，也可以做来投资产品，等待比特币在未来的价值的提升。区块链是比特币的底层科技，而以太币用它的创始人布特林的话来说，就是一项将比特币中的一些技术和概念运用于计算领域的创新。作为一个开源的平台，没有人控制或拥有以太坊，它是一个由全世界许多人共同创建的开源项目。以太坊是世界上最大的区块链社区，在这里人们可以通过编写代码、管理数字资产、运行程序，或者仅仅是休闲娱乐。由于也具有去中心化的特性，人们在以太坊上面开发的应用程序被称为去中心化的应用程序，或简称 DEPS 都是基于加密货币与区块链技术，因而非常值得信任。都不是一旦被上传到以太坊，他们将始终按照编好的程序运行。这些应用程序可以控制数字资产，以便创造新的金融应用。当然，这些金融应用也都是去中心化的，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实体或者个人可以控制它们。这种建立在这
区块链的技术之上是不依靠传统的中心化金融中介机构的金融应用，简称 DeFi 致力于我们的金融系统变得更加透明、更加可信。第二章，以太币和以太坊经常被人们混为一谈，但其实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和其他区块链一样，以太坊也拥有原生的加密货币，也就是以太币 Ether 作为一种数字货币。以太币和比特币有许多相同的功能啊，它们都是一种纯数字的货币，可以及时发送给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也可以作为价值存储和抵押品。以太币的供应呢，不受任何政府和组织控制，它是去中心化的。不过以太币创造出来的目的和比特币完全不同。比特币是随着金融危机应用而生，比特币的问世是人们对法币和其他背后的发行机构逐渐失去信任的结果，因而它具备成为一股流通货币的属性。因为不稳定的价格和良好的抗通胀属性，比特币作为避险类理财的产品被称之为是黄金 2.0 版的。而以太币的诞生则是给以太坊运作提供动力。所以如果说比特币是黄金 2.0， 以太币更像是石油 2.0 它是社区发展离不开的能源。以太币被用来激励人们在以太坊上维护数据，任何人想在以太坊上开发应用程序都需要支付以太币来支撑应用程序的运营。以太币和比特币的另外一个重大区别就是比特币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以太币没有数量上限。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比特币更为稀缺，因而投资价值大于以太币。这就是他们一个区别不同之处啊。第三章是以太坊 Gas 的原料和交易手续费。 Gas 原本的意思就是燃料，这形象地比喻了以太坊的交易手续费。计算模式不同于比特币中直接支付的比特币作为转账的手续费，以太坊视为一个去中心化的计算网络。当你发送 token 执行活动转移或以太币的时候，或者在此区块上做其他的事情，计算机在处理这笔交易时需要进行计算，消耗网络资源，这样你必须支付燃料费。购买燃料才能让计算机为你工作，最终燃料费作为手续费支付给矿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无论交易的成功与否，你都要为此支付燃料费，哪怕就是交易失败，矿工依旧为此交易进行校验和计算，消耗了资源。不仅如此，你也无法在钱包中直接设置支付多少燃料费，因为实际燃料费是矿工根据计算得出的，并记录在包含此交易的区块中。为了避免合约中的错误引起不可预计的燃料费，用户需要在发送交易时候设定允许消耗的燃料上限及 gas。 以太币并不是无限可分的，以太币的最小单位是为一个非常小的单位，以太币等于10的18次方位。除了基本单位，为了使用方便，以太坊还有其他的单位，它们的关系如下： k 位等于10的3次方， m 位等于10的6次方， g 位等于19次方， microeton 等于10的12次方， minute 等于10的15次方， ether 等于10的18次方。计算 gas 价格时一般使用基位，而在以太坊代码开发中使用最基本的单位 gas 其实包含两个概念， gas use 和 gas price。 你可以把 gas use 看成是汽车所需多少升的燃油，把 gas price 看成是燃油的单价。举个例子，如果每升汽油等于 8.46 元，在这里就是 gas price， 那么10升汽油就是 84.6 元。对于以太坊，如果 gas 是20的基位，在这里20的基位是 gas price， 那么21000个 gas 就是20乘以21000，基于等于12万的基位等于 0.00012 liter， 也就是说
本次交易的手续为0.0012。以太坊有专门的虚拟机处理交易，虚拟机根据交易中确定一个一个的操作指令进行逐个处理，而每个操作指令都有明文规定的 gas 消耗量，最终把消耗总量累积起来。交易执行完成的时候，虚拟机将反馈总消耗 gas 量，称之为 gas yield， 而用户需要支付手续费。第4章，以太坊社区是如何运行的。以太坊中包含了很多比特币用户非常熟悉的特性和技术，同时它也引入了很多修改和创新。如果我们把以太坊社区分为简单的3层，最底层的那一层就是以太坊的区块链。以太坊区块链结构和比特币系统非常相似，区块链的整个交易历史都是共享的，网络上所有节点都可以保存一份交易历史记录的副本。以太坊的节点除了存储所有以太坊的交易信息外，还会存储所有智能合约的最新状态，这就是以太坊社区的第2智能合约。区别于比特币，以太坊引入了智能合约的概念。智能合约不是真正的合约，也不特别智能，它们只是一些可以运行在区块上的代码，或者说计算机逻辑运算。在以太坊上，你拥有账户，你还有智能合约账户。一个用户的账户包括一个地址，它类似于你的银行账号，这一点和比特币是一样的。还包括余额，也就是你还剩多少钱。你的智能合约账户除了包括一个地址和余额，还包含一个状态，还有代码。在智能合约账户里，地址和普通账户的地址是一样的，它是该账户唯一的识别符号。余额和普通账户也是一样的概念，只不过智能合约上的余额意味着代码可以拥有金钱。智能合约的代码是编译好的字节代码，以太坊的客户机和节点可以在上面运行。接下来是以太坊的第3层，去中心化的应用平台。以太坊的最初设计目标是建立一个智能合约和去中心化应用平台。它和比特币区块链最大的不同是，它包括了一个图灵完全的编程语言 Solidity。 利用 Solidity， 我们可以在以太坊上更方便的编写智能合约。以太坊也提供了一个代码运行环境。以太坊虚拟机有了这些，大家可以开发去中心化应用了。在以太坊的白皮书中，布特林认为在以太坊上可以开发3大类应用。第一类是金融应用，用来为用户提供更强大的方法，用他们的钱去管理和参与合约。这些应用包括纸货币、金融衍生品、对冲合约、储存钱包、遗嘱，甚至雇佣合同。第二类是半金融应用，在这里有钱的存在，但非金钱的方面所占的比例也很重。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解决计算问题而设的自动执行的悬赏。第3类是非金属类应用，比如在线投票和去中心化治理等。这就是它跟比特币在中心化的一些不同的地方啊。第5章，什么是 ERC-20 代币标准？在以太坊中， token 也就是代币，几乎可以代表任何东西。既然拥有了如此强大的功能，那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标准来处理。这就是 ERC-20 的作用所在。 ERC-20 就是针对这些发布代币制定在一个固定的基础和标准原则。标准化非常有利，也就意味着这些资产可以用于不同的平台和项目，否则只能用在特定的场合。在以太币上，代币使用相同的标准，这样的代币之间兑换或第5支持就会容易使 ERC 的标准规定了各个代币的基本功能，非常方便第三方使用。在开发人员的编程下，5分钟就可以发行一个 ERC 的20币，因为它可以快速发币，而且使用又方便，因此空投币和空气币基本上就是利用于 ERC-20 的标准开发的。基于 ERC-20 标准开发的同种代币价值都是相同的，它们可以进行互换 ERC-20 的代币，类似于我们的纸币。你的100元和我的100元是没有区别的，价值都是100元，并且这2张的100元可以进行互换。ERC-20 代币能兼容以太坊的钱包，也就是说以太坊的钱包地址可以接收所有的 ERC-20 的代币，因此这个代币能被交易所整合，立即进行交易。ERC-20 的代币的出现是大幅度降低了
代币发行的门槛，只要复制网上的标准代码，一个不懂编程的人也能在几分钟中发行一种新的代币。这一代币也催生了2017年的 ICO 热潮，而进一步推动了比特币的牛市。第6章，什么是 ICO？ICO 是 Intercompany 的缩写，中文含义就是首次币的发行，可以说是 copy 了股票市场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 的概念。ICO 是末级比特币或以太币等用数字货币的行为一种为加密数字货币或者是区块链项目等筹措资金的常用方式。早期参与者可以从中获得最实的产生的加密数字货币作为回报。由于代币具有市场价值，可以兑换成法币，而支持项目的开发成本。ICO 首发的代币可以基于不同的区块链，常见是基于以太坊、ETH 和比特币和比特股 BTC 区块链的发行，由区块链提供记账服务和价值共识，实现全球的发行和流通。ICO 参与者对于一个项目的成功非常重要，他们会在社区里面为该区块链进行宣传，使它产生的代币在开始交易前就获得流通性。但 ICO 的参与者最看重的依然是由项目发展或代币发行后价格升值带来的潜在收益。ICO 和 IPO 非常相似，都是通过出售股份来筹措资金，都有潜在的投资者为潜在的巨大收益而冒险参与。当然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 ICO 的大部分支持者是项目的爱好者或不专业的投资者。其次就是 ICO 不需要注册经营牌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ICO 平台是第三方中立的平台，投资者自担风险，这就意味着 ICO 的监管还是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你也许押中的是黑科技，但更有可能是不明不白就被人家割了韭菜。2013年到2014年间就出现过许多疯狂的区块链的项目，成功的启动了 ICO， 他们的代币价格都出现疯涨。不幸的是，这些 ICO 项目最后大都死在炒作的过程中，或者直接成为骗局。当然在这段时间也有十分成功的 ICO 项目，那就是以太坊。2014年7月，以太坊 ETH 筹措资金超过1800万美元，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 ICO 之一。第7章，什么是 EEA 系列以太坊的联盟？2017年2月28日，一批代表着石油天然气的行业金融行业和软件开发公司的全球性企业正式推出企业以太坊的联盟，致力于以太坊开发成企业级区的区块链。这些企业包括英国石油的巨头 BP、 华尔街的大投资银行实力集团、摩根大通、微软印度 IT 咨询公司等30多家不同的公司。这个联盟符合开源理念，同时也让大型公司和小型初创公司在投资技术的时候有更强的责任感。这个联盟不是以利益为目的的，它的目标是为以太坊创建一系列关于最佳实践安全性和隐私权、扩容性和互相操作性的标准，主要就是为这个而进行联盟。所以我们现在差不多基本了解一下什么是 EEA 企业即以太坊的联盟就可以了啊。好，那本期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啊，我们下个视频再见。